在北京时间11月16号的上午8点46分，美国15号夜间7点46分，双方举行视频会晤，这个时间点上就显得很微妙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个上班时间，而美国那边已经是晚上了，尤其还是冬天，外面天都黑了。我们越谈天越亮，美国人越谈天越黑。你看这句话从多个角度来说都很形象，到底谁更被动，谁心里着急的想谈判，已经一目了然。而且就目前得到的情况来说，这场视频会晤会持续很久。美国那边已经是半夜10点半多了，才开始进入下半场会谈，也是难为瞌睡桥了，没说到一半睡着了。言归正传，既然作为博弈局势中急于谈判的一方被动的拜登，此次谈话中的态度和言语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。在开场白中，有相关分析人士注意到，拜登声称希望下一次可以访问中国，面对面进行谈话。这句话其实意味着，或者说至少意味着，拜登对于中美的关系的未来存在一个缓和的期望，很可能是在为2022年我国举办冬奥会时前往我国访问留下一个伏笔。另外，就是拜登最受外界推敲和分析的一句话，不多就9个字，却明显是话里有话。拜登对于美国当前的对华态度是竞争，但不能滑向冲突。有分析观点认为，明面上看似乎很积极，但是背后却是美国一个常用的套路，既要以竞争的战略去压制你、遏制你，但你又不能反击我，不然就是你挑起冲突。这就是西方惯用的双标套路。用我们这边的感官来说，拜登这9个字也就为美国未来对华战略定了一个大基调，打打谈谈，基本也就和目前没有什么改变。可以预见，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，激烈竞争依旧伴随着中美两国关系。当然，也有分析观点认为，拜登这句话很大概率其实是说给美国国内听的。拜登最近丑闻缠身，不是什么身体问题导致外交场合窜稀，就是会议上打瞌睡，基本怎么丢人怎么来，这就导致拜登如今支持率狂跌。而当前美国社会舆论整体对华激进，这番话就是为了迎合美国选民所说的。而拜登的这句话很微妙地凸显出了如今的窘境，要是说点软话，只怕美国舆论又是一波拜登投降的节奏。而分析人士普遍达成共识的一点是，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坏习惯，因此不论拜登在会议上说了些什么，我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相关人士注意到，在会议刚开场，双方表述开场白的时候，我国用了老朋友一词，而拜登也笑着回应说，上一次中国发给他关于成为总统的贺信十分珍贵。拜登用的是英语 precious， 意为珍贵的、珍惜的。然而这句话，美国方面的翻译却搞了一个小动作，翻译成了上次的贺信太客气了。这两句话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。有外界分析，这已经不是拜登身边的翻译第一次搞这种小动作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拜登身边存在大量的内鬼，想要破坏拜登缓和关系的外交策略。世界局势从来都是混乱的，而混乱的原因不是自作自受，就是池鱼之殃。11月16日，国际上就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。第一件大事，印军突然遭遇伏击，死伤惨重，却把罪名安在了中国身上。据环球网11月16日报道，近日，印度阿萨姆步枪队第46营的一名上校率领一支小队从印缅边境哨所返回营地总部，结果在中途突然遭遇伏击，直接造成了7人死亡，6人受伤。这是印军东北部近段时间遭遇的最惨重的损失，就连莫迪都对此表示了极为的愤怒。当然，在愤怒之余，印度也没忘记继续找事，直接把这件事给按到了中国头上，说中国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。因为这件事虽然不是中国亲自动的手，但也是中国指使武装分子动的手。甚至就这还没完，印度一拍脑袋，直接由此延伸到早前在这里发生的几件事，直接铁口断案，说都是中国干的。好家伙，印度怕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？要知道，在所有和印度接壤的国家中，和印度关系不好的绝对比友好的要多得多，更何况印度自己国内也是各种反叛势力群雄并起，如此算下来，这些势力都是有可能的。再说，中国从来不会出手干涉他国国内势力，这是中国一贯的行事原则。再者，印缅边境的事和中国有什么关系？中国难道还能插手到印度和缅甸之间吗？印度这还真是令人一言难尽，没有任何证据就捉拿凶手，也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第二件事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指责美国这样做只能吃恶果。近日，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出席活动时公然呛声美国，说美国搞的所谓半导体供应链本土化根本就没有丝毫好处，这样做最后只能吃恶果。一直以来，美国推崇的都是自由贸易，如今却要搞本土化产业，这就像是只能让时光倒流，不仅无法推动社会进步，同时还会倒退。前脚认怂交数据，后脚
又指责美国，这还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美国如今对台积电虎视眈眈，台积电如果是真的不想要服从美国的话，这种不痛不痒的指责是没有用的，不如早点找好靠山。第三件事，美国战斗机瞬间秃顶变身敞篷机，就挺突然的。11月16日，上官新闻突然报道一件事，美军一架 F-15战机在参加演习时座舱盖脱落，突然就瞬间秃顶了。虽然飞行员安全迫降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是这种事故的发生，着实是令人见识了一番美国制造的优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还不是第一次座舱脱落，在1个月前，美国卖给日本的一架战机也同样发生了一样的事故。虽然最后说是飞行员飞行前没有上锁，但如今看来这也是忽悠公众的。毕竟之前美国潜艇钢材造假一事还没过多久呢，如今美国战机座舱盖接连发生掉落事故，不得不说，这可能还真是质量问题。最后，世界各地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，我们必须清楚，今天的幸福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，大家且行且珍惜。俄专家一句世界将会三足鼎立，无疑是把中美俄三国给搬到了台面上，其中的美俄矛盾无疑是备受关注的。局势的紧张让大家不得不关注这件事情的走向，尤其是进入11月份以来，美国的尺度把握就更加迷离了，对俄罗斯总是不断进行撩拨。俄罗斯与美国、北约因为黑海一事进行对峙，而现在对峙升级，再次转到了地中海。之前与美国海军第6舰队闯入黑海进行联合军演，在完成海上行动以后，美军及盟友开始转航，打算从黑海转移前往地中海。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好事，美国在黑海的及时收手，避免了美俄两国的进一步冲突，将矛盾遏制在了摇篮中。但细细品味，才发现里面大有玄机。暴风雨来临的前夕总是风平浪静，从北海、波罗的海、挪威海、黑海再到地中海，美俄两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对峙。从美欧两国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部署30万大军的时候，就知道美国在开始加快介入俄乌冲突中，想要挑起这把火。要知道，俄乌冲突已久，外界看来这就是自家事，明人都能看得出来。美国的这一手看似是在帮乌克兰打抱不平，实际上是在拿乌克兰打感情牌，进而制衡俄罗斯。只是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好惹的货，面对美军的施压，也是给予同等的还击。美军军机闯俄罗斯腹地，俄军就敢来个贴脸杀，将美军给吓得回头。美军军舰赶来挑衅，俄罗斯军队就予以正面反应，对前者进行全程监视。普京本人更是直言，对于硬闯黑海的美军军舰，直接用准星瞄准目标。美军的撤离肯定不是简单的认输，联系美国针对冲突而进行的一系列部署，其背后或在下更大的一盘棋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军正打算前往的地中海是一个敏感的地点，俄罗斯舰队已经抵达阿尔及利亚，将参加联合军演，而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相关试验，想要躲避美国卫星的拍摄。相关人士对此分析，俄军地中海部署属于在不断增兵，也想要隐藏自身踪迹。而现在美军军舰的反常是否已经发现了俄军的意图？两者本就处于一个僵化的状态，双方的加大部署也隐约有开战的意味。俄乌局势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扯清楚的，只要美军干涉，想必俄罗斯军队也不是手软的。两国军舰逐渐逼近，战火一触即发。东欧的火药味还在肆虐，波白边境的难民问题还未解决，乌克兰则更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约依然没有收敛，英国甚至已经在为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在做准备了。据报道，由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红线被不断触碰，很多俄罗斯专家认为，如果有必要，俄罗斯军队将很快到达基辅，乌克兰将不复存在。这种说法引起了北约的警惕，美国和西方一致认为这是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前兆，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。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军不断的增强在黑海沿岸地区的部署。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，英国也在第一时间展开了行动。近日，俄罗斯2架战略轰炸机在靠近英国领空航行时遭到了英国战机的拦截，2架台风战机对轰炸机进行了伴飞和监视，直到俄罗斯轰炸机离开敏感空域。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，英国也派遣了工兵部队帮助波兰修建边境墙。英国国防部对抗俄罗斯的大手笔不仅如此，就连他们的特种部队也已经紧急待命。据报道，英国国防部已经下令向顿巴斯地区派遣600名英军，这支600人的部队是由第6空降旅的400名军人以及空降特遣部队的200名特种士兵组成，而这支部队在乌克兰的作用就是为了抵御俄罗斯的进攻所准备的。
据英国军事网站爆料称，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在边境地区隐蔽地部署了重型迫击炮、数百辆坦克以及自行火炮。如果俄罗斯下定决心准备出手干预顿巴斯地区的战事，部署在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将会被瞬间消灭。于是，英国国防部让这支特种部队紧急待命，为包围乌克兰做准备。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克卡特甚至表示，北约目前与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比冷战时期还要高，因为双方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沟通和交流。不过他也强调要必须小心，不要让某些行动导致了冲突的升级。显然，对于俄罗斯，英国一直都抱有很大的成见，或许是美国在背后的指使，又或许是之前在黑海丢了面子。目前的英国已经俨然成为了北约的抗俄先锋。在欧洲局势极度紧张的今天，英国依然摆出大手笔来不断挑衅俄罗斯，将他们的搅屎棍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如此看来，俄罗斯轰炸机直奔英国边境而去是有原因的。一旦冲突爆发，可能第一个被收拾的就是他。